经英年早婚太子爷携妻儿共度晚餐，疑似公开贺家小继承人身份。视频上刻意布置过的包厢布满鲜花，十指不沾阳春水的男人低头剥虾，然后将剥好的虾肉放到女人的碟子里，端起碗给一旁孩子喂了口饭。因为设计惊海全是滔天的贺家，这段视频被无数网友转发，就算林浅想装作看不到都难。咔嗒一声，房门被推开，他慌乱地抹了2下面上的泪，还没整理好情绪，就听见了一道带着哭腔的讨好声。妈妈，对不起，我不要爸爸陪我过生日了，您别哭了好吗？听清这话，林浅才终于停止了手上的动作，看向门外无措的孩子。今天是他儿子的5岁生日，也是他和贺廷明结婚6周年纪念日。明明是双喜临门的日子，可母子2人脸上一点喜色都没，只剩无边的落寞和悲伤。客厅的桌子上，一边摆着贺周周这2年在幼儿园获得的所有奖状，还有他精心画的一幅全家福，名字是爸爸妈妈都爱我。而另一边则是林浅忙碌了一整天，精心准备的一桌好菜和蛋糕。尤其是蛋糕，虽说是贺周周的生日，果肉夹心选的却是贺廷明最喜欢的桃子。贺周周今天帮着妈妈打下手，每隔一会儿就要跑到别墅门口张望，看看是不是爸爸回来了。可渐渐的，天黑了，菜冷了，小家伙却还是没能等来爸爸的身影。不忍儿子失望，林浅只好安慰他说：爸爸工作忙，咱们先吃好不好？可贺周周执意要等，他知道爸爸忙，不敢打扰爸爸工作，所以只好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等着，直到小胳膊和小腿上被蚊虫叮满了包，月亮爬上树梢，可爸爸却还是没有回来。林浅看着手机屏幕浅笑艳艳的女人，扑在男人怀里撒娇的孩子，嘴角掀起一抹嘲讽。6年婚姻，孩子都5岁了，他和贺周周就从未有过这个待遇。就算从前他记得，也只是让秘书挑选礼物，公事公办的送到家里。最开始有多期待，现在就有多失望。他好累，他等了6年都没能等来一句结婚纪念日快乐。贺周周也等了5年的生日快乐。难道他们母子俩要一辈子都这样等下去吗？不，他不想再等了。林浅亲昵地将儿子抱起，道歉，然后母子俩自娱自乐地过完了生日。贺周周熟睡后，林浅才来到客厅喝水。他是单亲家庭，母亲是贺家的高层员工，最后却在竞标路上被贺氏的竞争对手开车撞死了。贺老太太可怜她是孤女，不仅给了她高价赔偿，还特意将13岁的她接到贺宅当亲孙女养。那天她见到了贺廷明，少年身着干净的白衬衫，坐在钢琴面前，优雅又俊美。可他知道自己与他的差距，只好将少女心事藏在心底，遥遥地望着。直到那晚，他喝得酩酊大醉，将给他盖毯子的他拽进了沙发。林浅怎么都逃脱不掉，只好等他第2天醒来，放开自己。可第2天迎来的是贺老太太又惊又喜的呼喊。贺廷明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最后扔下一句：奶奶喜欢你，你愿意跟我结婚吗？林浅被惊喜砸懵，面对这个他喜欢了7年的男人，他实在说不出任何拒绝的话。因为当时他还在上大学，贺廷明在香港的分公司又忙着上市，所以2人只是简单的领了个证，并没有官宣。可林浅已经很满足了，结婚6年，他孝敬贺奶奶，照料家庭，最后还为贺家添了个曾孙。他以为自己已经走进他的心了，不曾想是他自作多情。后来他才知道，原来那天贺廷明喝醉，是因为他的青梅白灵为了一个穷小子拒绝了他的求婚。当初他娶她是觉得既然娶不到自己爱的，那就娶个爱自己的。婚戒是他以白灵的喜好设计的，婚房是当初白灵随口说喜欢的别墅，孩子也是受到白灵怀孕的刺激才有的。6年了，他不但没有捂热这颗心，还被伤得遍体鳞伤，如今让儿子也跟着受罪。他好累。院子里响起了汽车的轰鸣，贺廷明的助理敲响了别墅大门。夫人，贺总今天太忙，特意订了蛋糕和花让我送来，说下次再陪小少爷过生日。林浅接过，开蛋糕吃了一口，是芒果味的。贺廷明啊，贺廷明，你连儿子芒果过敏都不知道，还想着下次再陪他，不会再有下次了。他会带着儿子离开，再也不受这气。高档的包厢，6岁的孩子被男人架在肩膀上，一旁的女人温婉浅笑，踮脚捏了捏儿子的小肥手。随着大门被推开，一个足足6层的大蛋糕被推了进来，最上头写着2个字：新生。沈子轩一阵惊呼，搂着贺廷明的脑袋。哇，我就知道干爸最好了。白灵也娇嗔，小孩子随口说想吃，给他订个小的不就好了？这么大张声势干嘛？没事，孩子开心最重要。贺廷明笑着将沈子轩带到蛋糕前，握住他的手切下去。同时也祝贺你终于摆脱沈律，获得新生。妈妈一起切。白灵故作娇羞的上前，3人聚在一起切了下去。直到窗外的狗仔离开，白灵才收起笑，哭了起来。廷明哥，谢谢你为了保护我，让狗仔偷拍，不然沈律一定会将我们母子带回去的。只是林浅姐会不会生气呀？沈子轩也附和。是呀，周周弟弟会生气吗？贺廷明这才想起，自己今早出门前答应了儿子早点回家陪他过生日，却因为临时接到了白灵的求助电话，从家门口掉头离开了。毕竟是儿子第一次开口，
贺廷明心里隐隐有些愧疚，但很快这丝愧疚就消失了。不会，林浅罪分的情形重，周周也像个小大人，很讲道理，不会因为这点小事生气的。而且林浅很爱他，周周也很崇拜他这个爸爸，他们会体谅他的。那就好。白灵笑着摸了摸儿子的脑袋，嘱咐道：明天去了新学校，要和周周弟弟好好相处哦。贺廷明安顿好白灵母子，到家已是深夜。打开门，没有那道娇俏的身影迎上，他心里有些空落。从前不管几点到家，林浅都会等他的。洗完澡，发现他人也不在卧室，虽然知道他是去陪孩子睡了，但他却还是有些莫名的烦躁。这股烦躁让他很晚才睡着，第二天醒来，林浅已经送孩子去学校了。桌上没有他最爱吃的、做法最繁琐的中餐，也没有儿子留下的爱心小纸条，应该是太忙了吧，毕竟周周现在是爱赖床的年纪。贵族幼儿园外，送儿子的林浅与白灵迎面撞上。相比于林浅眼底的乌青，满面春色的白灵显然要更为得意。他伸手拦住要走的林浅。林小姐，对不起啊，昨晚你或周周是不是等了很久？都怪我家子轩，非吵着要听明哥陪他吃晚饭。我也是母亲，自然知道结婚纪念日、儿子生日有多么重要，所以这才来跟你解释。你千万别误会，虽然提明哥之前和我求过婚，对我家子轩比亲儿子还要亲，但他是个好男人，不会跟你离婚的。林浅冷笑了一声，这话说的，生怕他不知道昨晚贺提明去了哪儿似的。那就好。白灵笑着摸了摸儿子的脑袋，嘱咐道：明天去了新学校，要和周周弟弟好好相处哦。贺廷明安顿好白灵母子，到家已是深夜。打开门，没有那道娇俏的身影迎上，他心里有些空落。从前不管几点到家，林浅都会等他的。洗完澡，发现他人也不在卧室，虽然知道他是去陪孩子睡了，但他却还是有些莫名的烦躁。这股烦躁让他很晚才睡着，第二天醒来，林浅已经送孩子去学校了。桌上没有他最爱吃的、做法最繁琐的中餐，也没有儿子留下的爱心小纸条，应该是太忙了吧，毕竟周周现在是爱赖床的年纪。贵族幼儿园外，送儿子的林浅与白灵迎面撞上。相比于林浅眼底的乌青，满面春色的白灵显然要更为得意。他伸手拦住要走的林浅。林小姐，对不起啊，昨晚你或周周是不是等了很久？都怪我家子轩，非吵着要听明哥陪他吃晚饭。我也是母亲，自然知道结婚纪念日、儿子生日有多么重要，所以这才来跟你解释。你千万别误会，虽然提明哥之前和我求过婚，对我家子轩比亲儿子还要亲，但他是个好男人，不会跟你离婚的。林浅冷笑了一声，这话说的，生怕他不知道昨晚贺提明去了哪儿似的。见林浅不说话，白灵使出了杀手锏，他走近，指了指学校。提明哥为了送子轩进来读书，可是给学校捐了2栋楼呢。而且他昨晚已经答应子轩陪他参加后天的亲子活动了。哎呀，到时候周周可怎么办呢？周周所读的这所学校不仅学费昂贵，还对孩子智力有着严格的要求。若是哪项没达到，就只有砸钱捐楼了。当初面试的时候，贺廷明没来，全程都是由林浅一人操办的。白灵自以为能伤到林浅，殊不知他的心早已经死了。白小姐，穿着这么高的鞋站着说话，腿不疼吗？什么？白灵没反应过来，林浅没回答，直接走向路边，上了车。车上除了林浅之外，还有一个白发花花的老人。他恭敬地递来一份文件。小姐，您移民的事已经安排妥当了，小少爷的还需要3周。林浅的妈妈是恐婚族，但却想要个自己的孩子，所以挑了个高富帅下手，怀上就踹了。自己有个爸爸，而且还不是渣男这件事，林浅也是在母亲临死前才知道的。那个男人至今未婚，暗中找了林浅和外孙很多回，想把他们接到国外去。见林浅不说话，白灵使出了杀手锏，他走近，指了指学校。提明哥为了送子轩进来读书，可是给学校捐了2栋楼呢。而且他昨晚已经答应子轩陪他参加后天的亲子活动了。哎呀，到时候周周可怎么办呢？周周所读的这所学校不仅学费昂贵，还对孩子智力有着严格的要求。若是哪项没达到，就只有砸钱捐楼了。当初面试的时候，贺廷明没来，全程都是由林浅一人操办的。白灵自以为能伤到林浅，殊不知他的心早已经死了。白小姐，穿着这么高的鞋站着说话，腿不疼吗？什么？白灵没反应过来，林浅没回答，直接走向路边，上了车。车上除了林浅之外，还有一个白发花花的老人。他恭敬地递来一份文件。小姐，您移民的事已经安排妥当了，小少爷的还需要3周。林浅的妈妈是恐婚族，但却想要个自己的孩子，所以挑了个高富帅下手，怀上就踹了。自己有个爸爸，而且还不是渣男这件事，林浅也是在母亲临死前才知道的。那个男人至今未婚，暗中找了林浅和外孙很多回，想把他们接到国外去。终于在昨天，林浅想通了，管家立马办理手续，马不停蹄地送来。也是多亏了下这个决定，不然他恐怕到死都不知道贺廷云和他的结婚证是假的。当初办理的工作人员一起来结婚的新人，通通都是假的，都是请来哄骗他的演员。不过也多亏了是假的，否则他现在移民不会这么容易。下午，
贺周周放学回家看见父亲，一时间有些不适应。贺廷明倒是放下平板，朝他伸出了双臂。昨晚爸爸有很重要的工作，不是故意不回来的，爸爸向你赔罪，好不好？贺周周摸了摸手臂上的蚊子包，没过去，反倒是放下书包，朝林前跑去。妈妈，我要洗手。贺廷明觉得是小孩子闹脾气，皱眉。贺周周，男孩子不要太娇气。到底是小孩子，吃饭的时候又好了。贺廷明喜辣，而林浅和孩子则吃得清淡，所以林浅做菜时会做2份，一份有辣，一份没有。今天桌上一片清淡，贺廷明有些吃不下。贺周周也同样放下筷子，问：爸爸，你后天有空陪我参加亲子活动吗？最后一次，这是他给爸爸的最后一次机会。贺廷明本想答应，他突然想起自己好像已经答应了沈子轩，那个孩子初来乍到，自己也就陪他一次，但和周周以后还会有很多次，所以他摸了摸贺周周的脑袋。抱歉。贺周周失望地垂下了脑袋。时间一转，来到亲子活动那天，沈子轩一早就宣布了自己爸爸是贺氏总裁的事，在座孩子都听过贺氏的大名，有的攀附，有的质疑。假的吧？你爸爸姓贺，那你为什么姓沈呢？沈子轩被质疑的一句话都说不出，最后只能拽起贺周周。那他姓贺，他爸爸也不是贺廷明啊。你怎么知道他爸爸不是贺廷明？那我们就看看，待会儿贺廷明来了，会坐到谁的身边？从头到尾，贺周周都没有说一句话。时间1分1秒的过，最后那抹身影还真出现在了门口。随之而来的还有诸多家长，不过都是母亲，除贺廷明外，没有一个男人。贺廷明也微微皱了皱眉，刚想询问一旁的白灵，却在人群中看见了林浅。他怎么会在这儿？难道周周也在这所学校上学？爸爸，手臂被挽上，沈子轩一把抱住了他的大腿，昭告同学们：看，这就是我爸爸。贺廷明自然也看见了自己儿子，虽然他已经答应了沈子轩，但心中不免有些异样。刚想开口解释，后头就传来了老师的声音：今天是母子母女活动，这位父亲请你出去。参加完亲子活动已经是下午了，等候在教室门口的贺廷明想要找寻儿子的身影，却被扑进他怀里的沈子轩夺去了注意力。爸爸，听到这个称呼，贺廷明皱了皱眉，但既然答应了扮演他一天的爸爸，那他就不会言而无信。再抬起头，早已不见了林浅和贺周周的身影。上了车，贺廷明这才看向副驾驶的女人。为什么骗我？说今天必须要爸爸陪同孩子参加活动。白灵迅速掩盖眼底的慌乱。老师临时改的通知，都怪我昨晚照顾子轩，忘了告诉你。贺廷明却立马被转移了注意力。子轩怎么了？生病了？小孩子生病可是大事，他隐约记得贺周周小时候也总爱生病，都是林浅熬夜照顾，有时候甚至都顾不上吃饭。没事，一点小病，子轩没那么娇气。沈子轩也附和着。是呀，爸爸，我是小英雄，才不会害怕呢。不行，必须去医院。贺廷明执意将车开到医院，又亲自抱着孩子上楼，点名要找最好的儿科医生给孩子检查。看着坐在 VIP 病房的男人，护士有些局促。贺先生，我们陈医生在给其他小朋友诊治，您需要稍等片刻。沈子轩一听，直接捂着肚子。啊，爸爸，子轩好疼。贺廷明眉头直皱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们医院都是我投资的，赶紧把你们医生给我叫来。可是那位小朋友严重过敏，真的很紧急。过敏又死不了人，快把人给我叫来。我儿子要是出了什么事，你一个小护士可负不了责。门口的林浅顿住了脚步。当年她怀孕本就是贺廷明的泄愤，因为精子质量的问题，贺周周从小身子弱，过敏源更是一大堆。今天又不知道碰了什么东西，2双小手肿的吓人。陈医生是贺奶奶从隔壁省请来，给曾孙看病的。林浅也是听说这里有孩子特别着急，才想着过来看看，引荐别的医生。没想到倒是被他听到了这种话。贺周周5岁了，贺廷明除了高兴时抱抱他，其他时间从未关心过孩子，孩子的身份都没想公开过，就连周周在外面想喊他一声爸爸，都会被他冷脸拒绝。他一直以为是他初为人父，没有经验，原来不是。他也会去参加杂类的亲子活动，会抱着孩子看医生，会心疼孩子生病到着急无措。原来他只是不喜欢他生的孩子。但他回到病房，贺周周2双小手已经包了起来，陈医生也离开了。妈妈不哭。林浅抱着儿子，第一次觉得那么委屈。周周1个月的时候，因为医疗过敏，全身红肿，他拖着没出月子的身子打电话给贺廷明，他说有病就找医生，跟我说没用。周周1岁的时候，从婴儿床上滚了下来，他说娇气什么？小孩子又摔不坏。周周3岁的时候，误食了芒果，嘴巴直接肿了起来，他说一点破事，天天喊医生，根本不像我贺廷明的儿子。现在周周5岁，他又为了心上人的儿子抢周周的医生。贺廷明让陈医生检查了好几遍，确定是真的没事后，才松了口气。白灵也跟着搭腔，廷明哥，你就是太大惊小怪了，子轩没那么娇气，生病睡一觉就好了。贺廷明却不这么认为，他记得半年前
贺周周就因为一场感冒丢了半条命。看到小小的身体插满管子的那一刻，他才感受到了什么叫父子连心。也是那一刻，他才终于承认了自己是父亲这个事实。沈子轩喊他爸爸，瞬间让他想起了那个虚弱的周周，所以才会急着带他来看病。爸爸，你在想什么呀？贺廷明直接将沈子轩抱了起来。在想待会儿带你吃什么大餐。好，我就知道爸爸对我最好了。是干爸。贺廷明纠正。可是今天还没过去呢。白灵急忙上前捂住儿子的嘴。子轩，妈妈知道你喜欢贺叔叔，可是叔叔也有自己的孩子，你终究不是他的亲生。话还没说完，就被贺廷明打断了。算了，一个称呼而已，和小孩子计较什么？白灵的眼底闪过一丝狡黠，又很快掩过。那只准叫这一天哦。一家三口走出病房，在路过隔壁时，贺廷明脚步一顿，那张病床上放着一只小老虎，很像他之前送给贺周周的礼物。他喊住护士：“刚刚谁在这个病房里？”话音刚落，病房里就钻出一个小女孩。他手里抱着那只小老虎，警惕地打量着面前的叔叔。你找谁？这个叔叔干嘛盯着他手里的小老虎？这可是刚才那个哭得很伤心的漂亮哥哥送他的，他绝不会让给任何人。贺廷明这才回过神，他觉得有些好笑，他在做什么？这怎么可能是他送给周周的那只？那只小老虎周周可是宝贵的很，吃饭睡觉都带着，要不是幼儿园不能带玩具，他估计得带着去上学。怎么可能这样随便丢在医院里呢？更别提送人了。等贺廷明带着白灵母子吃好玩好回到家后，已经是晚上了。客厅里，面容姣好的女子正带着儿子在做游戏。贺廷明被感染，把礼物放到地上，然后将儿子抱到怀里。今天爸爸答应了那个哥哥，所以才会扮演他的爸爸。你看，爸爸还给你买了礼物呢。这是少有的亲近，贺周周眼睛立马亮了起来。哇，是迪迦奥特曼！贺周周拆开盒子四处翻找，嘴里不停嘀咕着还少一个。爸爸，为什么所有的奥特曼都有了，就是没有赛文呀？贺廷明的眼里浮现一丝闪躲，随即转移了话题。看到这一幕，林浅只想冷笑，因为这是别人不要的。半个小时前，她收到了陌生号码的短信，是她的丈夫带着为别人儿子吃饭、玩游戏、挑礼物的照片，还附赠了一句话：今天周周会收到礼物哦，虽然是子轩挑剩下的，但周周应该不介意吧？毕竟廷明哥说他从没送过儿子礼物呢。可看着儿子爱不释手的样子，林浅实在不忍心拆穿。等贺周周睡着后，贺廷明才抱住洗完澡的林浅，将一条手链戴在了他的腕上。这下林浅冷笑得更彻底了，因为这条手链其实是买项链送的赠品，至于那条项链戴在谁的脖子上，他早就在照片上看见了。结婚到现在，贺廷明从未送过他礼物，唯一的一条手链还是他送心上人的赠品，真是可笑。然而身后的男人却无知无觉。贺廷明只觉得怀中的女人今天有些冷淡，还以为他是在生今天的气，便哄了两句。今天是我不对。见林浅还是没有回答，他直接翻身附了上去，想用行动让他臣服。不得不说，他对林浅的这副身子挺上瘾的，可他有些抗拒，他只好放过他的唇。就在他不断往下时，却一把被人推翻下床。再三索吻被拒，贺廷明瞬间爆发。林浅，你干什么？林浅强忍住恶心，整理好衣服。生理期不舒服。贺廷明这才稍稍平复。怎么不早说？说完，他又将人搂进怀里，娴熟地给他揉肚子。林浅体寒，经常痛经，痛得生不如死，这是他花了6年时间才给贺廷明养成的习惯。若是换作从前，他肯定高兴得直蹦。可现在，当他用这双牵过别的女人的手来碰他，他只觉得恶心。林浅借口看儿子睡得好不好，离开了卧室。贺廷明一夜未睡，第二天黑着脸起床，见林浅实在不搭理他，只好向人求助。电话那头的发小不可思议：哥，你喜欢的不是白灵吗？为什么要哄林浅？是啊，他为什么要哄林浅？他不仅给了他一个家，还让他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，他应该感谢他才对。可打完电话后，贺廷明还是平心而动。他吃了一口灌汤包，传似无意地对儿子说：上次爸爸错过了你的生日，后天补给你一个更盛大的，让爸爸的朋友们都来，好不好？好。和贺周周的激动不同，林浅只是微微挑了挑眉。这么多年，贺廷明对孩子不闻不问，如今想照顾了，但他们母子却要走了，而且他心中总是隐隐不安，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。林浅猜的果然不错，生日宴那日出事了。贺廷明的赔礼很有诚意，整个京海富人圈都被请来了，贺周周的生日宴无比盛大。可就在小寿星吹蜡烛时，贺周周却被一把推倒在地。沈子轩不知从哪冒了出来，呼的一下吹灭了蜡烛。众人都在唱着生日歌，等灯再次亮起时，只看到2个孩子在地上扭打成一团。你为什么要吹我的蜡烛？一看灯亮了起来，沈子轩立马收起了嚣张的拳头，可怜兮兮地趴在地上，做出任由贺周周打的样子。这是爸爸给我办的生日宴，你凭什么来？贺周周。贺廷明上前将孩子拉了下来。谁准你打人的？一旁的沈子轩牢记妈妈说过的话，蜷缩在桌腿边哭。周周弟弟，我只是想来祝你生日快乐而已，你不欢迎我，我走就好了。打
打人是不对的。一个嚣张气焰，一个可怜兮兮。贺廷明立马上前抱起沈子轩，然后恶狠狠地警告儿子。贺周周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林浅抱着儿子，还没来得及开口辩驳，便又听到贺廷明教训道：还有你，看看你教的好儿子。好好的一场生日宴，却因一个外人闹得尴尬收场。到底谁才是贺总的亲生儿子呀？我都有点看不懂了。这就说来话长了，一个是喜欢的女人生的，一个是厌恶的女人生的。换你，你会怎么选？我儿子可说了，贺总亲自到幼儿园给沈子轩开家长会，就算亲生的又怎样，还不是被厌恶？林浅想要上去和他们理论，但他有什么资格呢？他和贺廷明的结婚证是假的，他能做的只有将儿子紧紧地抱在怀里，捂住他的耳朵。那天过后，贺周周就不再吵着要爸爸了。贺廷明也连续好几天没回家，但林浅知道他去了哪里。手机屏幕再次亮起，一条消息发了进来：我已经把廷明哥劝回家了哦，昨晚我可是劝了一夜，到现在腿还疼着呢，他也太能折腾了。在网上，办生日宴又怎样？信不信只要我儿子一出现，廷明哥就会立即抛下你们母子。哎呀，廷明哥的厨艺又变好了，子轩很喜欢他烧的饭菜呢，你和周周吃过吗？哦，我差点忘了，他不过是见我结婚，所以才赌气娶了你，生了孩子，怎么会为你们用心呢？太多，这些发来挑衅他的短信，怎么翻都翻不完。电话铃声响起，是林父的管家打来的。小姐，小少爷移民的事被贺老夫人知道了，我这边是直接越过他，还是你与他商量？对于贺奶奶，林浅还是很尊重的。虽然他与贺廷明的婚姻并不幸福，但贺奶奶一直拿他当亲孙女疼，对周周也很好。既然他老人家已经知道了，那他就不能再瞒着了。吩咐完管家后，林浅直接来到了贺家老宅。林浅仿佛又回到了13岁那年，那个身穿白色衬衫的少年，是他一整个青春的支撑。可惜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。然而他没想到的是，进门后他率先看到的是贺廷明那张阴沉的脸。你现在终于满意了？扑面而来的质问，林浅事先想好的说辞全被打乱。他已经知道了，他有什么资格生气？是他嫌弃孩子在先，又有什么资格阻止他带走自己的亲生骨肉呢？不就一个生日宴吗？有必要闹到奶奶面前吗？林浅松了口气，看来奶奶还没有告诉他。可下一秒他就听到了贺廷明变本加厉的质问：既然你教不好儿子，那就把孩子让给别人来教。林浅简直不可置信。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这么多年，你有关心过周周吗？在自己亲骨肉的生日宴上，抱着别的孩子离开，你知道周周有多难过吗？那张永远笑颜如花的面颊上布满了泪。贺廷明愣了一瞬，但很快恢复理智。你这是在责怪我吗？你自己把孩子教成是非不变的样子，简直丢尽我贺家的脸面。你看看到底是谁是非不变？林浅啪的一声将手机摔在桌上，放出了一段视频。那天生日宴上，沈子轩突然窜出来吹灭蜡烛，将瘦小的贺周周摁在身下打。贺廷明的脸上终于出现一丝松动，嘴唇蠕动了几句，依旧嘴硬。那他也不该对客人动手。呵呵，不动手难道要起来对沈子轩说声谢谢吗？哼，林浅冷笑。到底是因为不该殴打客人，还是因为不该殴打他白灵的儿子？林浅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你难道不知道吗？就在二人争执不下之时，贺老太太出来了。贺廷明，我让你好好爱护浅浅，你就是这样爱护的。经过老夫人的一番教训，贺廷明最终低了头，在饭桌上给林浅夹了一只虾。可直到吃完饭，林浅都没动那只虾。贺廷明黑着脸被贺奶奶赶去洗碗。书房里，贺奶奶语重心长地拉着林浅的手。真的要走？面对这个在他丧母后唯一一个伸出救援之手的人，林浅趴在他怀里哭了，断断续续地诉说了这么多年的委屈与不公后，贺奶奶直接拍桌：这个不识货的臭小子！奶奶，林浅有些哽咽。6年了，我还是没能感化他的心，我真的不想周周再像我一样受委屈，这移民手续我是一定要办的。贺奶奶万般无奈，却也只好应下。罢了，都怪我这老婆子，当初想要你做我的孙媳妇。林浅摇头。不怪奶奶，是我自己要喜欢他的。等他走后，他应该就会迫不及待地娶白灵，然后当着媒体的面宣布沈子轩是他的儿子吧。贺奶奶是林浅肚子里的蛔虫，一下就猜到了他在想什么。哼，那个白灵可不是个善茬，如果我没猜错，他这次回来不过是想利用廷明，想要谋取贺氏的机密罢了。什么？林浅第一反应是，难怪最近贺廷明有些愁眉不展。那贺氏该怎么办？但他又立马想起贺奶奶年轻时的雷霆手段，便放下了心。贺奶奶摸了摸林浅的头，答应奶奶，就算移民了之后也常带周周回来看我，好不好？还未等林浅应下，书房的门就被打开了。贺廷明端着一盘水果盯着林浅。什么移民？林浅心虚地低下了头，生怕被他瞧出破绽。贺奶奶哼了一声，我被你气得想移民。贺廷明这才端着水果上前掐了掐老人家的脸。一大把年纪了就别折腾了，贺大美女。在贺家老宅陪了老人一会，
林浅便和贺廷明出发接孩子去了。一路上，林浅无话，贺廷明脑海中不断播放着那天的画面，终于艰难地开了口。那天是我不对，我会和周周道歉的。林浅苦笑，对孩子的伤害已经造成了，迟来的道歉又有什么用？见他不说话，贺廷明提议，周周喜欢什么，我待会儿陪他几套玩具。原来他也知道送自己儿子别人不要的不好啊。林浅本不想理会，但一想到儿子那张失落的小脸，他就有些不忍。直到校门口，他才答了句：周周喜欢赛文奥特曼。这话成功让贺廷明面色一变，如果他没记错，那套奥特曼里被沈子轩挑走的那个就是赛文。贺周周所在的幼儿园极其注重孩子安全，没有家长证是不能接走孩子的。林浅刚把家长证递给贺廷明，他就摆了摆手拒绝。我在车上等他就好。林浅有些疑惑，但很快他就瞧见了同样举着伞在校门口接孩子的白灵。呵呵，他没拆穿，直接下了车。贺周周最近心情不好，垂着小脑袋瓜和老师告别后，扑进了妈妈的怀抱，像被打了霜的茄子。怎么了，乖宝？妈妈，我不喜欢爸爸了。这委屈的声音让林浅心里一揪，便又听到贺周周说：沈子轩今天写了作文，像我的爸爸。他说我不是爸爸的孩子，说他才是。妈妈，我们什么时候去找外公呢？我好讨厌这里。林浅湿了眼眶。快了，再过2天，外公就会派人来接我们了。上了车，任凭贺廷明怎么逗，贺周周都没太大反应。直到吃完饭，被贺廷明抱着去挑选礼物时，贺周周才笑了起来。真的吗？爸爸，你真的陪我挑选玩具？真的。贺廷明没想到儿子这么难哄。爸爸妈妈会陪你，一直到你挑到满意为止，好不好？耶！小家伙立马钻进玩具店。贺廷明笑着跟上。就在此时，林浅的手机嗡鸣了几下，一条短信跳了进来。别得意，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就能让廷明哥抛下你们离开？果然，几乎是同一时间，那头的贺廷明接起了电话。白灵在那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廷明哥，子轩他突然上吐下泻昏了过去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贺廷明瞬间皱起眉头。你在哪儿？我马上过去。紧接着，林浅便看到他走向贺周周，不顾孩子脸上的失落，将他送到他的手上。公司临时出了点问题，我需要立马回去处理，你们慢慢逛。说完，他就一阵风似的离开了，步履匆匆，很是着急。叮咚一声，手机又进了一条短信。看看，就算你为他生了孩子有什么用？他只爱我。下一条紧跟而上，别急着走，我为你们母子准备了大礼呢。一群不知从哪冒出来的记者蜂拥而上，将林浅和贺周周团团围住。林小姐，有人爆料说你被贺家收留，给贺氏总裁下药，生下私生子，争夺贺氏家产，这是真的吗？这个就是那位私生子吧？小朋友是无辜的，为了钱财不惜伤害孩子。林小姐，你难道不觉得心痛吗？越来越多的围观群众被吸引，私生子、情妇等伤人的话涌进林浅的脑海。记者太多太毒舌，他一面要捂住儿子的耳朵，又要保护他，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，突然脑袋一重，晕了过去。再次醒来是在医院，贺奶奶一边教训贺廷明，一边安慰曾孙。林浅听着，震惊地抚摸上肚子，这里已经孕育了一个小生命了吗？算算日子，是在白灵回来前的时候。见他醒来，贺奶奶连忙将孙子推了上来，自己则带着曾孙退出了病房。贺廷明握上林浅的手，道歉：是我不对，等你出院，我就召开发布会，公布你和周周的身份。林浅几次想将手抽出来，无果。突然门口出现了敲门声，白灵带着孩子前来看望，可没等他人迈进来，就被贺廷明握住手拉了出去。林浅躺在床上，拿出手机给管家发了短信：明天就来接我吧，带上我和周周的抑郁诊断证明和那些证据。对了，记得给我准备一个新手机。发完短信后，他就删除了手机里所有他和周周的照片，只留下白灵的挑衅。他要让贺廷明看看，这个他捧在心间的青梅到底是什么样的人。他知道贺廷明最恨背叛，那当这个蓄谋已久的接近他，想要窃取贺氏机密，伤害他儿子的人是白灵时，他会怎么做呢？第二天，头上裹着纱布的贺周周牵着妈妈的手，坐上了前往法兰克福的飞机。京海的一切都与他和妈妈无关了。另一边，整个京海的儿科医生全部聚集在一个病房，给沈子轩仔细检查了一晚上，都没能发现他的病因。怎么回事？都一晚上了，你们就是这样做医生的吗？再找不出原因，我看你们也不用再来了。最后还是陈医生叹了口气：没生病，当然找不出原因了。贺廷明眉头蹙起：你什么意思？陈医生丝毫不惯着他，直接将侦听器一摘，丢在病床上。你知道周周身子有多虚弱吗？要不是你奶奶为了曾孙请我出诊，你当我愿意在这破医院待着？说罢，便头也不回地朝门外走去。看着这情形，白灵立马朝沈子轩使了个眼神，后者可怜兮兮地拽住贺廷明的衣角：干爸，我是男子汉，不要紧的。贺廷明的思绪被打断，摸了摸沈子轩的脑袋，有些欲言又止。白灵见状急忙找补：廷明哥，小孩子发育不齐全，医生有时候诊断不出来的，你陪陪他就好了。贺廷明看了看女人憔悴的脸蛋和孩子讨好的笑，最终还是坐了下来。是啊，白灵从小和他一起长大，向来是最乖巧的，他的孩子又怎么会说谎呢？
反倒是周周年纪小心思重，少了这个年纪该有的天真。不过没事，等二宝生下来，他亲自教导，一定不会再让林浅养歪。陪着沈子轩玩了片刻后，贺廷明终究还是要走了。任凭沈子轩怎么撒娇哭闹挽留，贺廷明还是抽出了自己的手。子轩，对不起，干爸现在必须要去接周周，然后宣布周周的贺氏集团继承人身份。为什么？可是我也想爸爸陪我啊。沈子轩，贺廷明第一次对他说了重话。我不是你的爸爸，我只是你妈妈的朋友，贺周周才是我的儿子。可是妈妈说……白灵瞪了儿子一眼，沈子轩瞬间不敢说话了。他送贺廷明离开，最后上车的时候却突然拉住了男人，迅速将人压在了车后座。贺廷明偏头躲过他的吻，不可置信的质问：你在干什么？其实他不止一次的奢望过这个场景，但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真到了这个时候，他脑海中浮现的却是那张白皙柔美的脸，是那个在他醉酒后拿着毯子小心翼翼往他身上盖的林浅，是哪个欢爱过后缩在他臂弯累得眼皮都懒得抬的林浅，是每晚等他回家，就算在沙发里睡着了，也还是要挣扎起身替他煮醒酒汤的林浅。错了，都错了。廷明哥，难道你不喜欢我了吗？你是不是嫌弃我嫁过人？贺廷明将他拉下车，语重心长的坦白。玲玲，抱歉，我只是想保护你们母子不受沈律的伤害，我爱的人。再开口无比郑重。是林浅。说完他就立马上车朝贺氏大楼奔去，还特意吩咐助理订了一大束玫瑰。对，原来在这些年的相处中，他早已对林浅日久生情，不止玫瑰，还有珠宝、楼台，往后只要的他想要的，他都会双手奉上。可到了发布会现场，手捧玫瑰的贺廷明找了一圈又一圈，都没能寻到妻儿的下落。怎么回事？怎么还没把夫人和少爷接来？一旁的助理急得满头大汗。贺总，夫人和少爷都不见了。什么？恰这时，一位头发花白的管家走了进来，将2份抑郁诊断证明摔到了贺廷明身前。看看吧，看看你亲手造的孽。管家虽然头发花白，但气质非凡，一靠近就让人感受到了一股灵力。底下已有不少记者认出了管家的身份，都很震惊。这不是邓家老爷子的副手吗？就是那个前年突然出现在京海，迅速发展起来的邓家。据说邓老爷子常年居住在海外，国内的产业只是冰山一角呢。是啊，听说老爷子这产业是留给女儿的，爷爷不知道他找到女儿没。然而贺廷明却一个字也没听见，他的手微微颤抖，全部思绪都被抑郁诊断证明夺走了。不可能，林浅和周周看起来那么正常，怎么可能会抑郁呢？但脑海中不断浮现的是林浅如破碎洋娃娃般躺在病床上的样子，是周周垂着脑袋，失望的绞着小手。不要！他一把拽住管家的手。林浅人呢？你把他藏哪去了？管家早就看贺廷明不顺眼了，假结婚6年，孩子都5岁了，他居然还喊小姐大名。他毫不客气地抽出了手。哼，你有什么资格打听他的下落？贺廷明根本来不及深思他话里的阴阳怪气，凭着本一答。她是我的妻子，我怎么就没资格知道她和孩子的下落了？哼，妻子，贺总还是好好想想，你们到底有没有结婚吧？这话成功让贺廷明愣住了。是啊，当初他求婚后就后悔了。本想直接和林浅说清的，但只要一对上那双纯洁无瑕的眼，羞怯怯的脸，他的所有说辞都被打进负重。鬼使神差的，他既不想让林浅失望，又不想带着那丝不甘度过余生。所有他做了件蠢事，布置场地，雇来演员，骗他，办了个假结婚证。后来日子一天天过，他才发觉自己已经离不开他了。邓家的人怎么会知道？那这是不是说明他也知道了？管家何其聪慧，立马就猜到了他的心虚。分明是贺氏的发布会，却直接变成了邓家的主场。管家不慌不忙地坐下，将一项项证明都有条不紊地拿了出来。各位记者、媒体朋友们，我是由邓文远先生，也就是我们邓氏总裁所托，前来办2件事。第一件，替我们大小姐和小少爷澄清身份。林浅女士是我们邓氏的唯一继承人，邓文远先生的独女。林周周小朋友是邓文远先生的独孙。第二件，我私会对此前所有造谣过林女士和林少爷的媒体投递法院传票，恶语伤人心，每个人都应当为自己说过的话负责，也请各位尊重记者这个职业。杨雨碧竟无声，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报废。然而管家丝毫不慌。林小姐并非贪财之辈，我们邓总也是花了好长时间才得以与女儿相认，此前都是贺家收养小姐，我们已经向贺老太太表达过感谢了。有个不怕死的记者发问：那孩子呢？孩子父亲是？贺廷明还未从林浅是邓家小姐的事情中缓过神来，听到这句话，当即就要上前承认，却被管家一把拦住。孩子父亲已经死了。贺廷明不可置信地抬起头，他想要反驳，但管家却拿出了林浅的澄清视频，他亲口承认孩子父亲已经死了，自己被贺奶奶收养了很多年。不应该是这样的。可贺廷明半句话都说不出，他没有证据证明自己和他的关系，他和林浅连结婚照都没有拍，更别说自己曾当着外人的面维护白灵的孩子了。他此时无比后悔，恨不得直接找到林浅质问，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但
他分明是最没有资格的人。这场发布会的最终结果是澄清了那些关于林浅的谣言。林浅是邓氏总裁独女，寄养在贺家，孩子喊贺廷明一声舅舅，谣言不攻自破。发布会结束，贺廷明追上管家，他从未像现在这样乱过，只觉得心中被什么东西扼住了，疼得发慌。管家将林浅留下的手机和证据递给他，贺廷明愣了愣，接过手机打开，一条条挑衅的消息和他带着沈子轩玩乐的照片映入眼帘。这里的白灵丝毫没有对他的礼貌和善解人意，全是质问与咄咄逼人。男人的脸一寸寸白了下来。不止，白灵甚至还编排了与他上床的谎话。我已经把廷明哥劝回家了哦，昨晚我可是劝了一夜，到现在腿还疼着呢，他也太能折腾了。这个虚伪恶毒毁他清白的女人。贺廷明忍不住大口喘气，眼泪也不受控制的往下流，整个人都临界崩溃。他在哪儿？求求你告诉我他在哪儿。管家照旧面无表情的扯下了他的手。其实小姐和小少爷的抑郁情况是这2个月才爆发的，如果干预的早，不可能会像现在这么严重。但无数个贺廷明可以陪伴他们的时刻，都被他拿去陪别的女人了。还有，这是那对母子的所有资料，是小姐让我们收集的。资料上显示，白灵根本没有被沈律家暴虐待，相反，他们夫妻的感情很好，所以会来到贺廷明身边，是想要窃取贺氏机密，为沈律的公司谋取利益。可怜林浅病入膏肓，怀着身孕还在为他谋划。还有周周，一想到那张与他如出一辙的眉眼，贺廷明就悔不当初。发布会后，贺廷明将自己关在房间，一遍遍地翻看着林浅和周周留下的东西。那是一本日记，记载了林浅整个少女时期的暗恋。贺廷明，他的名字真好听，但是性子有点冷，原来他有喜欢的人呀，那我还是不要喜欢他了。直到那本日记临近尾声，他才看到了一句用彩色记号笔大写加粗的话。他向我求婚了，婚戒好美，婚房好大，我好喜欢他。可后来就再也没有这么欢乐的句子了。他强行将他拽进了这段婚姻，给他带来了无尽的痛苦。最后他终于看见了那幅名为爸爸妈妈都爱我的话。泣不成声。贺家老宅，贺廷明来的时候，贺奶奶已经备好家法了。贺奶奶年轻的时候当过兵，可真没留情，直接将贺廷明抽到吐血。要不是贺氏是我的心血，我还真不想帮你，就该让你被白灵骗到倾家荡产。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。贺廷明擦完嘴角鲜血之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奶奶，求求您告诉我，浅浅和周周去了哪？看着憔悴了不少的孙子，贺奶奶叹了口气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但贺廷明简单处理了伤口后离开了老宅，一直陪着贺老太太的阿姨直叹气。老夫人，林小姐已经对少爷死心了，您为什么要骗她呢？方才贺廷明跪在地上求奶奶告知妻儿身份，贺老太太为了让孙子重新振作起来，只能骗他说林浅被邓家送去国外治疗了，治疗结束后就会回来，所以贺廷明至今都不知道妻儿已经移民的消息。贺老太也叹了口气，还不是怪他自己不争气，孩子饿死了，他倒来奶了，可他是我的孙子，我不忍心看他就这样颓废下去，而且他从前是怎么让浅浅伤心的，他也该尝一遍。贺氏大楼，二秘全组都在围着一对母子，沈子轩众星捧月，无比神气。各位姐姐真好，我会让爸爸给你们涨工资的。白灵也跟着笑。发布会他已经看到了，他本以为贺廷明真的要借此宣布林浅的身份，没想到只是请来了演员，给他编造了一个什么邓家独女的身份，还说自己是孩子舅舅，真是搞笑。邓家是何等尊贵，也是林浅一个孤儿可以碰瓷的。他立马懂了贺廷明的用意，再一打听，林浅母子已经查无此人了，定是贺廷明被他的吻打动，特意将那对母子送走，想要与他重修于好。这么一想，原先所吻被拒的难堪全部被他抛之脑后，立马带着孩子来贺氏了。今天他不仅要坐实了贺氏少夫人的身份，还要拿走贺氏的机密。他将斥资买来的香水送给二秘组，又靠着从前贺廷明给的优待，轻而易举地进了总裁办公室。当然，贺廷明也没让他失望，就连保险柜的密码都是他的生日。哼，廷明哥果然是爱我的，可惜啊，我也有我爱的人呢。就在他将所有的机密文件都塞进包里，想要离开时，一大群记者蜂拥而上。白小姐，您怎么会在这里呢？我们刚才看到您鬼鬼祟祟，请问您是在做些什么呢？怎么回事？怎么有这么多的记者？难道贺廷明已经察觉到了？不可能。白灵换上了浅笑。廷明哥说要给我个惊喜，我是来。白小姐真是给了我好大的惊喜啊！一群保镖拥护着贺廷明走上前来，白灵的脸立马就白了。廷明哥，他想要抓住贺廷明的手，却被他狠狠甩开。警察持证上前。白小姐，
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你潜伏在贺先生身边，盗取贺氏机密，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和商业贿赂罪，请你配合我们的调查。白灵想要狡辩，却听见了贺廷明对着媒体的澄清。是的，我一早便察觉了他与沈氏的意图，此前的热搜和头条都是做戏，沈子轩也不是我的孩子，至于我的爱人和孩子，想到林浅，贺廷明心中不免一顿酸涩。我的爱人很好，是我不珍惜，弄丢了他和孩子，但我会将他追回来的。只是这最后一句话听起来格外没有底气。有贺廷明的干预，白灵和沈律夜间破产入狱，孩子也被送进了孤儿院。白灵最后求着见了贺廷明一面。廷明哥，求求你，孩子是无辜的，你把子轩从孤儿院领出来好不好？他身上穿着囚服，早已不见昔年的光彩。贺廷明冷笑，若不是不想弄脏自己的手，他恨不得直接掐死他。无辜？他演戏把我从周周身边骗走，在学校霸凌周周的时候就不无辜了。他本有好几次机会弥补，但次次都被这对母子蒙蔽打断。想要我收养这个坏种，不可能。赖双凤眼中再也没有了从前的宠爱和温情，只有冰冷和厌恶。白灵后背发凉，但很快垂下了手，冷笑。难道你就无辜了吗？是，我是挑衅了他，但这不都是你给的机会吗？但凡你对他和孩子上一点心，就不会这么轻易的被人蒙蔽。贺廷明害林浅和孩子得抑郁症的真正凶手是你。他干脆不演了，眼中满是嘲讽。你以为你又是什么好东西？对爱自己的妻儿置之不理，跑出去对别的女人献殷勤，陪别人的孩子做亲子活动，真是贱。这话显然刺痛了贺廷明的心。砰的一声，他一拳砸在玻璃上，双目赤红。离开监狱后，贺廷明就被送进了医院。林浅在时，他的一切都由他亲手操办。他走后，他日夜无眠，又不肯好好吃饭，身子早就垮了。病房大门被打开，助理还喘着气：“贺总，找到夫人和少爷的下落了。”法兰克福一座欧式庄园中，林周周正坐在小火车上，明亮的眼眸中满是鲜活与灵气。如果仔细看，还能发现他嘴角的糖渍。周周，别玩了，来吃饺子。林浅一身卡其色风衣，乌黑的发用一只簪子挽起，视为温婉美人。妈妈，我还想再陪爷爷多玩一会儿嘛。而年过50的邓氏总裁正蜷在小火车座椅里，给孙子打配合，讨好的看向女儿。对，爷爷还想周周陪我玩会儿。林浅哭笑不得，只好和保姆先将饺子下锅。其实周周的抑郁证明是假的，他就算再爱贺廷明，也绝不会让自己的儿子陷进痛苦。但周周确实是比同龄人更加沉默。他刚开始还怕孩子来到新环境会孤僻，没想到邓文一早就按照孙子的喜好改造了童话庄园，小孩子一下就融入了。等周周终于玩腻的时候，已经是1个小时后了。趁着保姆带孩子去洗手，邓文元看向女儿，小心翼翼地试探：“浅浅最近有没有看国内新闻？”林浅捏着筷子的手一顿，便听到了这段时间贺氏发生的所有事情。邓文元是宠妻狂魔，又是纯爱战神，当年追妻未果，只能偷摸的关注。得知女儿和孙子肯认他的时候，老头子差点没冲到门口放鞭炮。所以面对伤害林浅的人，他厌恶至极。做错了事还不敢承认，非得给自己找借口，说是配合演戏，亏他说得出来。林浅知道父亲的意思，大概就是害怕他又回去找七兽。他将一杯蜂蜜水递给邓文元：“爸，我不会再做傻事了。”叱咤商场多年的铁腕人物，因这一声爸红了眼眶。他牢牢握住女儿的手：“好，爸爸绝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。不过那姓贺的倒是没有放弃找你，还花钱请了国际侦探呢。”林浅噎了一下，他以为他离开贺廷明会很开心才对，毕竟这些年他从未拿他当做妻子看待，就连周周都没能得到一丝父爱。爸，现在他对我来说只是个不相干的人罢了。邓文元一听，立马来精神了，偷摸拿出手机捣鼓了会儿。饭刚吃完，门口就响起了一阵惊呼。不多时，一个手捧鲜花和玩具，身着同款卡其色风衣的高大男人就走了进来。裴叔叔，周周立马冲了过去，裴恒立马蹲下抱起周周。3天没见，想叔叔了没？想。周周搂着他的脖子撒娇，又抬头巴巴地望着他手里的乐高模型。也想些辆玩具。其实是更小玩具吧。一片欢声笑语中，裴恒的视线落在沙发上的女人身上，二人无声对视。林浅率先别过眼，红了脸。母子俩飞机落地时，就是裴恒去接的机。不止接机，周周的学校、语言老师、入家外教，每一个都是他悉心筛选留下来的。男人的情谊藏在日常的相处和细节之中，循序渐进，不会让人反感，但也让人难以忽视。他和邓元文是忘年交，男人之间的默契是融在骨子里的。今晚裴恒成功留下吃饭，只是看着在厨房里忙碌的男人，林浅只觉得坐如针扎，哪有让客人动手的道理。邓元文看出了女儿的心思，拍了拍她的手背，示意她放宽心。不要有心理压力，这小子不追你的时候，也经常过来给我做饭。爸，林浅直接从脸红到后跟。您瞎说什么呢？你放心，这小子可是我看着长大的，绝对是个根正苗红的。厨房里，一人掌2锅的裴恒勾起唇角，一桌子地道中餐，
就连周周和林浅的忌口都考虑到了，就还真是个居家好男人。吃完饭，周周更是黏着他不放，一会儿玩游戏，一会儿读故事，很快就闹得睡着了。林浅从房间出来，才发现这人还没走，正靠在走廊尽头的墙上，单手攥着车钥匙，见他出来，才扬起一抹笑，轻轻地问：你喜欢项链吗？林浅走近，这才发现他手中拿着一个首饰盒，打开，蓝色的钻石在灯光下散发出幽幽的光芒。我对首饰没什么兴趣，但这样拒绝会不会不太好？林浅从未被人认真对待，所以他不擅长于应付这种场景。那手表呢？又来，裴恒笑了。还是送你一场烟花吧。说完，便绅士地朝他做出了一个请的动作。刚走到阳台，林浅就不自觉顿住了脚步。烟火划破夜空，五彩斑斓的在黑暗中绽放，形成了一片绚丽的光海，竟将漫天星辰都比了下去。裴恒就在他身后，低沉悦耳的声音响起：林浅，纪念日快乐。林浅猛然回头，裴恒站在夜晚的风口处，缓缓朝他伸出手，见他没抵触，才帮他把那缕散落在肩头的发撩了上去。相识1个月的纪念日。裴恒摇头，郑重地说：是你认识我的1个月纪念日。因为他在很早前就认识林浅了。邓元文心中牵挂女儿，可惜林浅妈妈小男友不断，后来他不愿再去触景伤情，只得托裴恒回国时暗中探望，带回消息。从那个不知世事的小姑娘，到坚韧的将孩子护在身后的母亲，其实在他不知道的地方，裴恒已经偷偷关注她很久了。怎么不说话了？林浅绞着手指。难道你很早就认识我了？裴恒无奈笑。这些年邓叔可没少念叨你。不敢说，怕小姑娘心里内疚，怕这份回应夹杂着别的情。更何况他都等了这么多年了，也不差这几天。虽说听到了合理的解释，但林浅还是觉得有些不对，因为裴恒眼底的情绪太深了。但既然他不愿意说，他也就不好再问。随着时间一天天过，林浅的孕反也越来越严重。二宝很折腾，他很少有胃口的时候，只有吃到裴恒做的正宗中餐时才好一点。所以邓元文干脆直接请他搬过来住了。周周是最高兴的，几乎是裴叔叔这3个字不离口。但长此以往总不是个事儿，譬如说现在，周周一只手拉着林浅，一只手拉着裴恒。不嘛，我就要妈妈和裴叔叔一起给我讲故事嘛。尴尬和无奈蔓延在空气里，两个大人在周周的撒娇声中躺到了一张床上。林浅尴尬地直看儿子头顶的小发旋，但裴恒讲故事的声音太好听，不觉间他先睡了过去。这个梦异常香甜，还带着淡淡雪松香，但却置身于一片柔软之中，美好到不真实，让人想要抓住点什么。一夜好眠，第二天醒来，对上了一双布满无奈的凤眼。再往下是纠缠在一起的衣角，交叠在一起的双手。零碎的记忆涌入脑海，林浅的面颊瞬间爆红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他昨天好像喊着让人家别走来着。早，他却跟没事人似的，将他的一缕碎发撩到耳后，柔声问：今早想吃什么？随便。林浅迅速将脑袋埋进被子里。外头的人似乎低笑了一声，没走。他只好再次探出脑袋，眨眼。你怎么还不走？刚问出口，掌心就被人挠了一下。哦，原来他还牵着他的手啊，更羞了。这种症状一直维持到吃饭结束，周周小人精似的抱着他。妈妈，你生病了吗？脸怎么这么红？没有，妈妈只是有点热。心里却想着，真的这么红吗？虽说3人表现得和平常无异，但邓元文还是察觉到了那股微妙的气息，高兴的连早饭都多吃了2口。那晚过后，2人的关系就发生了改变，不再是裴恒一味的单向追逐。林浅做小饼干的时候，偶尔也会询问他的口味，男人则是含笑，用手将他面颊上的粉屑轻轻擦掉，然后回答：你做的我都喜欢。其实林浅会做的东西很多，都是从前为了迎合贺廷明的口味特意学的，可惜他从不放在心上，更别提说上一句软乎话了。四目相对的瞬间，那颗沉寂的心再次跳动。妈，周周刚想说话，就被爷爷端走了。邓文元前半生的心愿是追妻，后半生的心愿则是女儿高兴，所以他绝不允许有人打扰女儿的爱情，哪怕是孙子也不行。爷爷，我知道的。周周一副小大人的样子。我是想告诉妈妈，裴叔叔给她买了礼物，就在柜子上呢。他偷偷打开看过了，好漂亮的一颗项链，和上次的完全不一样呢。但他最想告诉妈妈的是，裴叔叔很好，他也很喜欢。邓文元有些惊讶，他没想到小孙子会这么早会。正是爷孙温馨的时候，一旁的管家急匆匆走了过来。邓总，出事了，国内那边好像查到了小姐的位置。